我照顾了裴云京5年，他骗所有人说自己得了绝症。我每日早出晚归摆摊卖汤饼，等到家族的人来接他时，他却当众说我只是一个照顾他的婢女。快左边！这是怎么了？谁家办喜事弄这么大阵仗？宝珠，你走大运了！你家云章竟是镇北侯府的小公子，侯府来接他认祖归宗了，你也可以跟着他一块回去享福了。镇北侯府，那个镇北侯府还能是那个镇北侯府？就是京都那个名声显赫、朝野皆知的裴家。侯爷亲自接他回家认祖归宗了，这下你可熬出头了。等裴云辉回家认了祖，你就是裴家少夫人了，以后再也不用起早贪黑卖汤饼了。不可能吧？他跟我说他父母早亡，家里就他一个人。快看，裴家公子出来了！出来了！出来了！快了！云峥，我认识的裴云峥不是生着严重的病，而且怎么会这么风流？裴公子，请问您这次回裴家是为了继承裴家基业吗？裴公子，您眼前这位姑娘是您什么人啊？是您的妻子吗？这是谁呀？她和裴公子什么关系？那衣裳怕是哪个巷子里摆摊的。这段时日伺候我的婢女罢了。男子一朝得势便心性大变，宝珠这孩子太傻了，白白照顾了他5年。是啊，我确实挺像个婢女。他说他身体不好，我什么活都不让他干，把最好的都留给他。可原来在他心里，我只是一个婢女。江宝珠，不哭，太过分了，哭了就输了。宝珠，他怎么能这么说你？他明明是你的未婚夫啊！你照顾我这么久，有什么心愿？说吧，只要不过分，我可以满足你。宝珠，快说呀！让他带你进侯府，这可是你唯一的机会了。你苦了这么久，就算做不了少夫人，做个婢女也比你卖汤饼强啊！既然你没有得绝症，那这几年我给你买药、请郎中、供你吃穿的钱，结一下吧。药钱、诊金、补品、衣裳、炭火、房钱，一共598两。这姑娘眼皮子也太浅了吧！镇北侯府的小公子啊！江宝珠要是开口，5000两都未必不给。就是伺候了5年，要点银子就完了，换我早要宅子要地了。苦了5年，就要这么点银子？就是啊。宝珠姐，你也太实在了吧！云峥这么有钱，你多要一点，他也不会说什么的。给他600两银票。600两，谢谢裴公子，多出来的就当辛苦费了，以后我们两清了。宝珠，你傻不傻呀？600两够干什么？京城一座小院都买不起。可裴云峥只欠我这么多。你就是傻！5年啊，熬药做饭哪一样不是你自己扛？喜欢裴云峥是我自愿，照顾裴云峥也是我自愿。爱错了人，我认。从今日起，我不欠裴云峥，裴云峥也不欠我了。走得真干净。胖瓜，饿了吧？以后就剩咱俩了。
江姑娘这汤香的半条街都闻得见。鸡骨、猪骨、干贝、菌菇，文火吊了一整日，能不香吗？来一碗汤饼，再加2碟卤肉，1份炙羊排。客官是在这儿吃，还是打包带走？在这吃。客官慢用，卤肉马上来。汤饼做得不错，旁的菜会做吗？会啊，我摆摊前跟酒楼大厨学过几年。可愿来我府上做我的私厨？可愿来我府上做我的私厨？客官，你该不会是想包养我吧？月银100两。当然，我知道公子绝非那等轻薄之人，明日我便能上钩。不是我没骨气，是他给的实在太多了。玉牌上刻着2个字：景恒。姑娘找谁？我来上宫，做私厨。姑娘稍后，小的这就通传。这是世子的玉牌。世子？当朝萧王府世子萧景亨。昨夜那人是当朝萧王府的世子萧景亨。从府门走到正厅，足足走了半盏茶的功夫。来了，见过世子。这么大的府邸，这么多下人，萧景恒若真对我图谋不轨，我大概连门都跑不出去。对不起，世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会对你做什么？难道不会吗？别一口一个世子的叫我。江宝珠，你好好看看我是谁。不认识。再说一遍。真不认识啊！我一个卖汤饼的，怎么可能认识世子这样的大人物？说不定是世子认错人了。我就说怎么有月入100两的好工作给我，原来是世子老眼昏花，把我当成别人了。江宝珠，你再敢说不认识，他怎么突然生气了？难道我真的认识他？你是陆燕。他叫陆燕，往后便与你们一同读书。夫子，我不想同他做。他脸上好吓人，听说是被火烧的。可有人愿与他同坐？夫子，我愿意。你可想好了？想好了。陆燕同学，你愿意让我做你同桌吗？只要你不害怕，我愿意。那就说定了。宝珠，我们一起去京都，以后我护着你，谁也不能再欺负你。好。快些，里头是贵客，怠慢不得。吃了。鬼啊！
终于想起来了，你是陆燕？不可能，他怎么会是萧景恒？陆燕怎么会成了萧王府世子？放开我！江宝珠，你有本事继续跑！你让开，陆燕，你让开！我早跟你一刀两断了。江宝宝，我是你养的狗吗？你说分开就分开。我喜欢上别人了，我们不可能了。你说的别人，是不是裴云峥那个混蛋？你怎么知道裴云峥？若不是裴云春认祖归宗那日，有人画下你的模样传到茶楼，我至今都不知道你回了京城。江宝珠，你可真行，躲了我7年，就为了这么一个混蛋。7年，整整7年了。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他了。没想到他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，还成了萧王府世子。小姐慢些。我认得她，当年坐在陆燕身边的贵女江宝珠。景恒哥哥，你终于找到江宝珠了。景恒哥哥，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就是江宝珠啊，我听景恒哥哥提起过你好多次了。裴云熙，裴景真同父异母的妹妹，镇北侯府嫡女。裴云真的妹妹？没错，我就是镇北侯府嫡女裴云熙。我知道你就是景航哥哥心心念念的人吗？景砚哥哥可喜欢你了，这么多年一直忘不了你。裴云奇，陆燕竟然毫不避讳地跟所有人说她心悦我，可是我们早就分开了。虽然景砚哥哥喜欢你，但我才是萧家为他选定的世子妃。江宝珠，你也不看看自己，哪一点配得上如今的景神哥哥？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满脸疤痕的丑八怪了，可你还是满身烟火气的汤饼妹。当时景恒哥哥刚籍贯，萧叔叔与我父母就正式把我们婚事定了下来。后来景恒哥哥去外地治疗脸伤，我父母还让我去照顾他。萧叔叔跟萧姨母都可喜欢我了，说我懂事贴心，是最合适的萧家世子妃人选。这些年，他托了很多人找你，可你连一点消息都没留。那几年最难熬的恢复期，都是我陪着他熬过来的。我自以为是的成全，反倒让他受了那么多罪。你可要珍惜这段感情啊！你对不起他，配不上他。识趣的话，自己走。你放开我！景安哥哥，宝珠姐姐，她推我，我只是跟她说了几句话，她就推我。完了，完了！画本子里贵女栽赃陷害的戏码，竟然落到我头上了。萧景恒肯定相信他，毕竟他们才是门当户对的一对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瞎？景恒哥哥，宝珠根本就没碰到你。戏精附体！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我之前就警告过你，别来萧王府。如今又在我心上人面前演什么？心上人？他竟当着所有人的面这样说。对不起，吓到你了。没事。进去说吧。喝口茶，压压惊。那你为何从陆燕变成了萧景恒？还有你的脸。我母亲与父王早年和离，我随母姓陆。后来他们重归于好，我便回了萧王府，改回本名。
那脸呢？治好了。怎么样？我其实长得还行吧？嗯，很好看。那就好。当年的事，对不起。你没有对不起我，是我的错，没有早点告诉你真相。真相？真相？什么真相？当年在酒楼里，你看到的就是裴玉溪。那日是镇北侯府请我父母的接风宴，带着镇北侯府嫡女裴玉溪，她不是我的未婚妻。真的？真的。那天我们一家参加接风宴，我找机会离席，想去找你解释，可你已经走了。你离开京城，没有留下一点线索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原来我误会他了，我以为他要与贵女联姻，所以才离开，躲了他7年。原来一切都是一场误会。宝珠，我找了你7年，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对不起，陆叶，对不起。别哭了，都过去了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现在我找到你了，以后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，有我在呢。夜深了，先歇歇。我回夜市小院。不许。为什么？今日好不容易把你找回来，我不放心再让你一个人走夜路。世子，厢房已经收拾好了，就在我隔壁。隔壁？有事叫我，我听得见。其实不用这么近。要。这些都是他吩咐的。是，世子亲自交代，姑娘缺什么只管开口。这是要我坐着睡？管家，我房里没有被子。姑娘的一切都是世子亲自安排的，不归老奴管。一床被子也不归你管？姑娘若有疑问，可以去问世子。他该不会是故意的吧？陆燕，你睡了吗？进来。你先把衣裳穿好。你找我何事？我房里没有被子。宝珠，你流血了。我没事。别动。别动。我真没事，我回去擦擦就好。你先离我远点。都流血了还逞强。你别看我。我不看你，怎么看你流不流鼻血？丢死人了。在我面前有什么可丢人的？你还笑？我只是没想到。没想到什么？你怎么这么没出息？谁没出息了？不是与裴云峥相伴多年吗？没见过男子衣衫不整。他不让我近身。什么？他从不让我碰。你们不是在一起多年？是啊。可他防我，像防贼。只是我靠近，他就躲。为什么？他说我每日从夜市回来，满身油烟味，靠近他很恶心。他这么说你？所以你方才问我有没有见过，我真没有。这些年你就是这样过的？也不是一直这样。一开始他对我也很好。别替他遮掩，我要听实话。宝珠，把这些年发生的事都告诉我。那你别生气。我尽量。我离开京城后去了荣城。为什么去那么远？越远越好，远到我以为再也不会想起你。你一个人？还有奶奶。宝珠，吃，你读书累，奶奶不饿。你又骗我，等我赚大钱了，给你买大宅子，请丫鬟伺候你。好。宝珠，快去医馆，你奶奶被马车撞了。不可能，她早上还说等我回来吃饭。奶奶，我回来了，你睁眼看看我。
你说要长命百岁的。你3日没吃东西了，我没有家，你还有我，后事我陪你办。你哭也好，恨也好，别一个人扛。那时候我真的快撑不住了，是他陪我，陪我下葬，也陪我回书院。所以你后来答应了他。人在最冷的时候，谁递来一点火，都会当成救命的光。可火也会烫人。我那时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裴云峥也很可怜，可怜到我后来差点把自己全赔进去。裴云峥也很可怜，可怜到我后来差点把自己全赔进去。他怎么可怜？富家少爷，外世子也算少爷。瞧他这衣裳，怕是富家连下人都不如。你们够了！江宝珠，你护他做什么？他比你们干净。我出身不好，连累你被笑了。出身又不是你能选的。我已经习惯了。姑娘，这药不便宜。我知道，先抓3日的。这也要当？当。宝珠，你为何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对我也好啊。奶奶走后，是你陪着我。那我以后陪你一辈子，好不好？一辈子。我会给你一个家。我那时以为，我终于不是一个人了。所以你答应了他？很傻吧？不傻，你只是太想有个家。怎么又一直咳嗽了？我去请大夫。没用的，我身患重疾，有长期用药。要多少银子？会后悔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家里人病了，哪有丢下的道理？可我会拖累你。我养你，从那以后，房租、药钱、吃穿，全是我扛。从那以后，房租、药钱、吃穿，全是我扛。你一个人扛？裴云哲说，荣城的大夫治不了他，要回大狱京城。你又回了京城，所以我怕他死。我那时只想着，只要他活着，你有没有我就还有自己家。会撑不住？没有，那时候我不敢想自己。江宝珠，我拖累你了。别说这种话，到了京城一定能治好。可京城花销大，我会赚。姑娘，就这些钱，只能买这些骨头，够熬汤吗？省着点，能有点味儿。那就要这个。油烟味太重，别把药熏坏了。我熬完就开窗。还有，今日药钱不能少。我知道。姑娘，再来一碗。好，您稍等。这么晚还不收摊儿？再卖一会儿。够明日要钱了。云峥，这是柳思柔，想租半间屋子，裴公子往后叨扰了。柳姑娘客气。我先带她去看屋子。宝珠，倒杯茶来。你不是不喝茶吗？柳姑娘刚来，总不能连杯热茶都没有。柳思柔搬进来的第一日，我就知道有些东西变了。是他变了，还是你终于看见了？我不敢看，可他看柳思柔的那一眼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我不敢看，可他看柳思然的那一眼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对我越来越冷，对柳思然却越来越好。药熬好了，趁热喝。放下，离远些。我手洗过了。你身上那股油烟味儿，洗得掉吗？裴公子，我今日带了些新花样，瞧瞧。姑娘眼光好，你挑的自然不会差。你先喝药吧，凉了就不好了。知道了，催什么？宝珠，去东街买桂花甜汤，再带2盒点心。现在都快3更了。我病中嘴苦，就想吃点甜的，你不愿意？我去。姑娘，这么晚还跑出来？家里有人病着，小心烫。放桌上吧。桂花甜汤。裴公子这一手我又输了。你心软，才总让我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江姑娘，你别误会，我只是陪裴公子下棋。你不是说胸口疼，不能劳神吗？我病着，就不能下盘棋解闷？那半夜的桂花甜汤，是你想吃还是他想吃？一碗甜汤你也要计较？我不是计较，我是想问你把我当什么？你看看你现在，满身油烟味儿，头发都是汤味儿，你一靠近我就恶心。我这一身油烟味儿是为了谁？我这一身油烟味儿是为了谁？没人逼你。那句话之后，我还骗自己，他只是病久了，心情不好。你还在替他找理由？我那时太怕失去那个家，
哪怕他已经不像家了。后来呢？后来到了柳思柔的生辰。怎么会这样？姑娘，这车坏的厉害，一个人推不回去。我家就在前面小院，能不能替我带个口信，叫裴云峥来帮我？行，他会来的，他只是没听见。生辰快乐！多谢大家。你在家？裴公子，礼物呢？总不能空手祝寿吧？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陪你，正好。光送不算，裴公子亲手给苏姑娘戴上。别动。哦，真般配！那一刻，我的心一点点凉透。原来我求他救的，从来不是我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一点点凉透。原来我求他救的，从来不是我。他收你的银子，吃你的药，还让你一个人撑摊。在他眼里，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你为何不走？我那时还信他会变回从前，直到夜市又出了事。姑娘，我的2碗汤饼好了没？马上。客官还没给钱，又逃账了。3碗汤饼的钱没了，你一个人哪顾得过来？让你家裴公子来帮你收钱，就1个时辰也好。你再赔下去，明日要钱都凑不齐。我去求求他。今日要钱呢？差了一点，夜市太忙，有人逃账。所以，云峥，明晚最忙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去摊上坐一会儿，只帮我收钱，1个时辰就好。江宝珠，你不想养我就直说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怕再少了要钱。让我一个病人出门干活，你倒说得轻巧。裴公子，江姑娘也是着急。她着急就能把我当伙计使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想让你帮我一会。你脑子笨还怪旁人，先收钱再下面，这么简单都不懂。那晚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笑话。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笑话。他骂你笨，你还忍？我以为忍一忍，日子还能过。可后来我才知道，有些人不会护你，只会嫌你丢人。什么意思？夜市出事那晚，我最后一点念想也没了。老板娘，再来3碗。几位先把前面的账结了。急什么？怕我们不给？请你放尊重些，再这样我立刻报官。报官？谁能证明什么？有没有证据？到了衙门自有公夺。今天你们必须跟我去衙门说清楚。这几个读书人怎么这般无礼？他说你轻薄他，可有此事？大人冤枉！我只是想取桌上的帕子，谁知道他自己转过来。你胡说！你从背后抱住我。就他年纪也不小了，满身油烟味儿，谁会对他有心思？你们不能这样污蔑我。云峥，你来了，你听我说句话。还嫌不够丢人，跟我回去。我被人欺负了，你不问一句，却说我丢人。走，放开我！早说了，没人信你。那一夜，我才彻底明白，裴云峥不是不能护我，是从来没想过护我。后来呢？后来我被他一路拽回小院，一路上他没问我疼不疼，也没问我怕不怕。他只怪你丢人。可真正让我寒心的不止他一个。裴云峥，你就这么不信我？事情已经闹到衙门，你还想怎样？我只是想要一句公道。江姑娘，夜深了，你也别难过。那些书生喝多了，许是无心。无心？他从背后抱住我。可话说回来，一般男子也不会针对满身油烟的他娘起什么心思。也许是你太紧张，想多了。所以你们都觉得是我错了。够了，你身上都是油烟味儿，赶紧去洗。洗干净，洗干净就不难受了。可为什么还是这么脏？江宝珠，你要洗到什么时候？明日还要摆摊儿，别又误了要钱。要钱？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原来我在你心里只剩要钱。那晚我才清楚，当年会挡在我身前的裴云峥已经死了。如今这个人只会把我往人前推，是不是很可笑？我明明被伤成那样，还撑了那么久。不可笑，该可笑的是他。有人把真心捧到他面前，他却当成累赘。可那时，所有人都说我是累赘，连我自己也快信了。江宝珠，看着我。你从来不是谁的累赘。可是我照顾不好自己，也护不住自己。你照顾奶奶，撑起一个家，后来一个人摆摊养活自己，还养着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，这样的人怎么会不耀眼？耀眼？你不是满身油烟，你是从烟火里站起来的人。你辛苦不丢人，你善良也不是错。
从来没人这样说过我。那是他们眼瞎。你骂人也这么正经？我说的是实话。裴云峥没福气，迟早会明白他弄丢了多珍贵的人。我以为自己早就不在乎了，可听你这么说，我才知道，我只是一直没人替我说一句公道。以后有。什么？以后你受了委屈，不必一个人忍。你若想哭，我在；你若想讨回公道，我也在。因为你值得。你一直在听我的事，可你呢？我这些年，你又经历了什么？为什么当年是陆景，如今成了萧景鹤？我父母曾和离，那时我随母亲姓陆，所以叫陆景。后来呢？后来他们重归于好，我回了萧王府，才改回本名萧景鹤。那你的脸？这张脸是照着父王年轻时的画像一点点修复回来的。一点点？伤得太重，骨相皮肉都要重新修。疼吗？都过去了。我问你疼不疼？轻服，换药，拆线，再清。疼的时候就想着熬过去，总能见人。你怎么能说得这么轻松？不轻松又能如何？那时没人会因为我疼就停手。所以你就一个人忍着？你不也是？想碰就碰。会疼吗？不会。这里也疼过吗？疼过。这里呢？也疼过。萧景鹤，你能活下来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江宝珠，现在看着这张脸，还怕不怕我？不怕了。我只是心疼。那从明日起，留在王府做我的私厨。私厨？月俸100两。100两？我就做饭拿这么多？你值得。你别总拿这句话哄我。不是哄。又是糖醋排骨啊？昨日是糖醋排骨，前日也是糖醋排骨。王府山珍海味那么多，你都不要？不要。这菜我已经熟到半个时辰就能出锅。你100两请我，只让我做一道菜，我拿的心虚。那就每日做得更好吃些。糖醋排骨还能好吃到哪里去？你做的每次都不一样。嘴倒是越来越会说了。听见了？听见就出去等饭。你又带了什么？路上看见的。我又不是小孩子。不喜欢？没有。萧景恒，你不用每日给我买。不贵。贵不贵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不习惯有人惦记我。那就慢慢习惯。你这样会把我惯坏的。惯坏了也养得起。这又是什么？这个太贵重，我不能收。给你的。堂堂糕点我收，浇花也收，可玉簪不行。我只是你的私厨。我的私厨不能寒酸。哪有请厨子还送首饰的？
萧景航，私厨心情好，做出的排骨才甜。你现在比从前霸道多了。从前没护住的，如今总要补回来。不用这么客气，我自己来就行。江姑娘，水已经备好了，您别烫着手。世子吩咐，江姑娘要什么，库房优先供。我只是做一道糖醋排骨，用不着这么大阵仗。世子看中的人，府里自然不敢怠慢。谁怠慢你了？没有，大家都太客气了。那就习惯。你一句话，整个王府都围着我转，我压力很大。他们敬你是应该的。还不歇？睡不着。住得不惯？不是，是太安稳了，反而觉得不真实。这里没人会赶你走，也没人会嫌我麻烦。没有。我以前总想着明日要怎么活，可在这里，我第一次觉得明日好像也没那么难。那就留下。日日只做这一道菜，我这私厨当的也太容易了。世子喜欢，江姑娘还愁什么？我愁的是100两月俸拿着烫手。世子，我能进来吗？进。我今日来是想图你说正事。你说。我不只会糖醋排骨，我还会虾仁蒸蛋、宫廷豆腐、红烧鱼、炖汤也会。你不必日日只点一道菜。你是不想做排骨了？不是，我是觉得你花100两只吃排骨太亏了。我不觉得亏。可我心虚。真想做点别的？想。那陪我去一场寿宴。我？嗯。我是私厨，又不是王府女眷，你带我去不合适。哪里不合适？身份不合适，穿着不合适，规矩也不合适。那些贵女夫人一看我就露怯。你怕他们看不起你？我只是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由你自己说了算，不由旁人说。可我不好看，也不体面。每个女子都有好看的一面。你若愿意，我陪你一起去。我先说好，若丢了你的脸，你不许怪我。你不会。这里一看就很贵，我不进去。来都来了。萧景恒，我是去寿宴，不是去当郡主。世子，衣裙都备好了。你早安排了？嗯。你根本没打算让我拒绝。我只是不想你委屈自己。姑娘肤色清透，月白最衬。太素了吧，不然挑件不起眼的。就月白。你怎么什么都替我定？你总想把自己藏起来。奴婢从前在宫里伺候娘娘，今日为姑娘梳妆。宫里的，不行不行，我受不起。受得起。我手上都是油烟味，带这些像偷来的。不是偷来的，是我给你的。这是我？姑娘本就好看。可我从前都是布衣粗裙，日日围着灶台转。那不是低贱，是你认真活过的痕迹。可这样的我，真的能站在你身边吗？你本就该这样被珍视。萧景恒，我怕一出这扇门，别人就看出我不属于那里。那就让他们看清楚，你是我亲自带去的人。这么多人，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。你果然霸道。
怕就挽着我。那女子是谁？竟能与世子同行？江宝珠，怎么会是你？站好。你为何会来这里？随世子赴宴。一个厨娘也配进宋国公府？傅姑娘慎言。世子，我只是怕他不懂规矩，冲撞老国公。他懂不懂规矩，不劳裴姑娘教。江宝珠，你还真敢站这里。我为何不敢？一个夜市卖汤饼的，换了身衣裳，就真当自己是贵女了？夜市卖汤饼，难怪从未见过。若不是仗着世子，你连国公府的门都进不来。裴云熙，我说错了吗？世子身份尊贵，身边站的该是那样的女子，才华出众，门第相当。她江宝珠算什么？萧景恒，算了。他算什么？不由你定。可他出身低微，这是事实。裴姑娘到如今，可曾自己赚过1文钱？我乃富家嫡女，何须抛头露面？所以你未曾养活过自己，也未曾靠双手挣过饭钱。出身好是优势，不是高人一等的理由。世子说的也有理。裴姑娘这话确实刻薄了些。江宝珠卖过汤饼，也做过饭，她靠自己活得坦荡，比只会拿家事压人的人更值得被尊重。我还当你为何迟迟不来向我认错？我为何要认错？原来不是骨头硬，是攀上了更尊贵的金主。裴云峥慎言。怎么，我说错了？他从前在我裴家忙前忙后，如今换了个人衣服，就真当自己不同了。果然是会攀高枝。世子如今风光，倒让人忘了，从前你不过是个人人避之不及的丑八怪。这话也太过了，萧世子旧伤，谁敢这样提？怎么，不敢承认？裴云峥，你说够了吗？你护他？是，我护他。你倒是会选，一个萧王府世子，就让你忘了自己是谁。我没忘。那你还站在他身边？因为萧景恒至少不会把我当丫鬟、当保姆，觉得我做什么都是应该。你就这点出息，被人说几句好话就感恩戴德，能被尊重已胜过许多。江宝珠，你别太得意。世子今日带来的姑娘，瞧着面生，不知是哪家千金？不用解释太多。为何？免得给你添麻烦。他不是麻烦。那他是江宝珠，我的初恋。初恋？世子竟当众认了，也是我如今正在重新追求的人。萧王世子也有追不上的姑娘，这位江姑娘好本事啊！别躲！你何时追我了？江宝珠，
你真不知道？知道什么？那些发簪、衣裙、糕点，还有今日带你来这里，你以为是什么？我以为你只是顺手。我没有那么闲。所以那些都是在追我？不然呢？宋国公来了，该献礼了。我去。有我在。国公爷，晚辈祝您福寿安康。祝宋国公寿辰安康。你怎么会？国公爷，国公爷，可是礼物有何不同？不是礼，是这位姑娘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江宝珠。你父母是谁？家在何处？我无父无母。宝珠，我是奶奶捡回去养大的孤女。至于亲生父母是谁，我不知道。捡回去多大事？我不记得了。奶奶说捡到我时我还很小。国公爷何必问这么细？他能有什么来历？一个夜市摆摊的摊妇罢了，卖些吃食讨生活。裴姑娘，怎么，我说错了？你从前在夜市风吹日晒，谁会多看你一眼？夜市摊妇。裴云熙，闭嘴。世子，我不过说实话，这样的身份，怎么配站在你身边？他凭双手赚钱，不偷不抢，不欠任何人。摆摊不丢人，靠自己活着更不丢人。真正见不得人的，是拿出身羞辱别人。萧景和，别怕，你没有错。他这些年都是这样过来的。靠自己吃饭，从来不是低贱。国公爷，他不过是个外人，您何必替他说话？今日是老夫寿宴，不是给你羞辱人的地方。孩子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国公爷，你叫江宝珠是吗？是。宝珠，好名字。国公爷，您为何一直问他身世？清婉，父亲，去，把我书房里那幅旧画取来。是。他们为什么这样看我？父亲，画取来了。展开。这眉眼怎么和江姑娘这么像？这是谁？这是我幼年失踪的小女儿。不可能，她只是个夜市摊妇，怎么可能是宋家人？闭嘴！当年她才4岁，被人贩子拐走，宋家找了多年，最后只找到一点线索，却再无下落。我奶奶留过一些旧物。还有什么？父亲，是那枚玉锁。国公爷，宋家也有一半。请完，拿来。当年妹妹失踪后，母亲日日抱着这半铺玉锁，等她回来。妹妹，合上了，她真的是宋家失踪的小女儿。宝珠，看着我，别怕。不是没人要的孩子吗？孩子，孩子，我很想现在就认你，可我不能只凭一枚玉锁就让你承受宋家的风浪。若弄错了，是给你空欢喜，也是害你。父亲，玉锁不会错。请府医，请族中长老验玉锁，查旧案，
再滴血验亲。我陪你。如果不是呢？那我也陪你。玉色、纹路、断口，皆与宋家旧物防服。宝珠，疼一下就好。你一直记得那个妹妹吗？记得，她爱吃甜糕，怕黑，睡觉一定要抓着我的袖子。这些年，宋家从没停过找她。可我什么都不记得。不记得也没关系，你活下来了，已经很辛苦。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是没人要的。不是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你都不是一个人。如果他们真的是我的亲人，那我替你高兴，多几个人等你。那你呢？我还在，一直都在。怎么还不说？别急。国公爷，血脉相融。我的小女儿！你们真的没有认错？不会错，你不是孤女，你是宋家的孩子，是我丢了10几年的小女儿。可我从小就没有爹娘。不是不要你，是我们没护住你。妹妹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对不起，姐姐来晚了。萧景恒，抱回去吧，他们等你很久了。我以为我是被丢掉的，我一直以为是我不够好才没人要我，不是，从来不是。这些年，每到你生辰，你母亲都要给你留一碗长寿面，她到走都念着你回家。原来我不是没人要的孩子。你一直都值得被人找回。是有人夺走了我的归路，对吗？当年拐走你的人，宋家一定会查到底。江宝珠竟是宋国公府失踪多年的嫡女。那裴家先前说她是汤饼贪妇，岂不是笑话？不可能，她怎么会是宋家嫡女？她明明只是个卖汤饼的。卖汤饼又如何？她是我妹妹，也是宋家嫡女，轮不到你轻贱。宋家嫡女，裴上司当初退亲，可真是退了个天大的笑话。若早知他有这样的身份，裴家怕是求都求不来。若早知道，今日受委屈了，以后有父亲在，谁也不能欺你。我还不太习惯，慢慢来，姐姐等你。想走便告诉我。有你在，我不怕。宝珠，宝珠，今晚便留在府中。你的院子，父亲已经命人去收拾。我住在这里，这里本就是你的家。若不习惯，我明日来看你。收拾最好的院落，所有用度按嫡女规制，再派人连夜去宗祠祭告祖宗，宋家小女回来了。这些太贵重了，我用不惯。不是贵重，是本该属于你。她从前真是卖汤饼的，突然成了嫡女，谁知道能不能学会规矩？掌嘴！宋家的姑娘不许任何人轻没。姐姐，别为了我动气。你要记住，从今日起，你不是任人欺负的江宝珠，你是我妹妹。我来蹭饭，可算晚了？不晚。家业不必怕，长辈动筷后你再用。若有人问话，慢慢打。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，不知如今还爱不爱？我不记得了。先吃饭，你若紧张就看我。
你每天都来吗？只要你想，我每日都来。怎么哭了？不是难过，我只是好像第一次知道家里吃饭是什么。宝珠，今日想去哪儿？姐姐陪你挑衣裳。我想回夜市看看。夜市？那个汤饼摊儿？你如今是宋家嫡女，不必再守着小摊。父亲让人去关了，银钱我补给那些客人。父亲，那摊子不能关。为何？那不是丢人的东西，是我一点点熬出来的日子。江姑娘，你可算来了。昨儿没开摊儿，我们还以为你出事了。听说你认回亲人了，好事啊！可别不做汤饼了。我在，只是以后可能换个地方，干净些，也宽敞些。你这些年就靠这个过日子？靠这个吃饭，靠这个不求人。我已让人看了旁边空铺，摊子不关，改成小食铺，账目和人手都给你配好，但掌柜还是你。你什么时候安排的？你昨夜说想回来看看时。以后我来给你捧场，谁敢说你半句，我第一个不饶。我只想着补偿你，却忘了问你想要什么。我想认回家，也想保住从前的自己。好，你想怎么活，宋家给你撑腰。这牌子旧，可它是你的底气。你不觉得我守着汤饼摊儿配不上现在的身份？我喜欢的从来不是身份，是那个在风雪里也能把汤烧热的江宝珠。萧景恒亲手替他画牌。是，外头都说江姑娘虽认回宋家，却不忘旧日。萧世子也一直陪着。一个夜市卖汤饼的，凭什么让他这样护着？如今她是宋家嫡女，宋国公又疼她，京中不少人都想上门结交。宋家原本该看见我，若不是他突然冒出来，我早有机会攀上宋家。备车，去裴府。有人比我更恨他。你也是为江宝珠来的？他一回宋家，所有人的眼睛都在他身上，你甘心吗？我不甘心的不止这个。那日萧景恒当众护他，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你恨他抢了萧景和，我恨他挡了我攀宋家的路。我们目的一样，可宋家护他不能硬来，那就让宋家也护不住。他刚认祖归宗，根基未稳，最怕流言。说他粗鄙无礼，不懂高门规矩，还要说他抛头露面，认了亲还守着小食铺，丢尽宋家脸面。再添一句，他这样的出身根本不配站在萧景恒身边。茶楼、绣坊、织铺我都有人，裴家的下人也能去传。明日一早，满京城都要知道宋家嫡女不过是个卖汤饼。诸位可听闻，宋家新认回的嫡女竟是夜市汤饼摊出身，怪不得还开小食铺，哪有贵女这般抛头露面？听说他不懂礼数，还敢攀萧世子。萧世子真会娶她？高门娶妻看教养，一时护着不代表能进门。流言一出，宋家若顾脸面，就会压他；萧景莹若再护他，就等着被人笑话。这位宋家嫡女，怕是刚回高门就要占我。汤饼摊儿配高门，看，她就是宋家新认回的嫡女，长得倒好，可出身摆在哪？宝珠，裴公子，这里是宋府门前，请自重。我只是想见你一面，那些流言我也听见了，你别怕，我可以帮你。帮我？你从前伤我时，可没想过帮我。从前是我糊涂，我被人蒙蔽才会那样对你。宝珠，看在旧情上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旧情？你说的是我被退婚时你避而不见，还是我被人羞辱时你冷眼旁观？我后悔了，真的后悔了。你后悔什么？后悔伤了我，还是后悔我如今成了宋家女？若我仍是夜市那个卖汤饼的江宝珠，你今日还会站在这里求我原谅吗？宝珠，我只是不想失去你。你失去的不是我，是你以为还能攀回来的体面。宝珠，别这么绝情。裴云城，手不想要了。这是我和宝珠之间的事，轮不到你管。他不想见你，这就轮得到我管。你凭什么？凭我不会让他再被你伤一次。宝珠，你真要这样对我？裴云峥，从你放开我的那天起，我们就没有以后了。再敢靠近他，我不会只警告一次。
那些流言我都听见了，越是有人看轻你，宋家越要让京城看清楚，你是我宋家的嫡女。3日后，宋府设认亲宴，请京中亲贵来，当众昭告你的身份。国公爷，宴席请帖礼单都已在备，只等您定下名单。该请的都请，谁敢轻慢宝珠，就是轻慢宋家。可我怕我做不好，若我礼仪不周，反倒让宋家被人笑话。你回家不是来给旁人挑剔的。姑娘，抬手要稳，步子再慢些。我再来一遍。够了，宝珠。清婉姐姐，我是不是很笨？他们说的也不全错，我从前确实不懂这些。宋家认回的是亲人，不是摆设。你会不会这些，都不影响你是宋家女。可我不想因为我让你们被笑，该被笑的是那些只认衣冠不认人心的人。你能从夜市一步步走到今日，比他们更不该低头。我真的可以站在认亲宴上吗？可以，你只要站在那里，宋家就在你身后。姑娘，这是萧世子命人送来的。他送的，打开看看。看来有人比你自己还信。他总是这样。那认亲宴呢？害怕吗？怕，但我不会躲。国公爷，萧世子求见。这个时候来，倒会挑日子。晚辈萧景恒，今日来是向国公爷求娶江宝柱。认亲宴还未办，你就来求娶，你倒急。我等了7年，不想再等到旁人用流言伤他。你护他，我看见了，但娶她，不是嘴上说几句好听话。晚辈明白，愿受国公爷拷问。清婉姐姐，我是不是该走？你若走了，怎么知道他的真心？京中都说他从前只是摊主，粗鄙，不懂规矩。你萧家门第高，真不怕被人笑？旁人笑的是他们眼浅，与他无关。若她不是宋家嫡女，若她一辈子都只是夜市摊主，你还会娶？那我便替他挂招牌，替他挡风雨。他想做江宝珠，我就护他做江宝珠。话说得漂亮，可宝珠受过苦，我宋家不许她再受半分委屈。若我负他，任宋家处置。你方才说的，我都听见了。那你怕吗？不怕了。认亲宴在前，一切等宴后再说。萧景恒，你最好记住今日每一句话。她就是宋家那位嫡女，听说从前在夜市摆摊儿，今日倒要看看宋家如何收场。别怕，今日你只做你自己。我不怕。今日设宴是为昭告诸位，江宝珠乃我宋家嫡亲血脉，自今日起归宗入谱，为宋家嫡女。竟真记入族谱了。宋国公这是要给他撑到底。他在外受过的苦，宋家今日一并替他挡回去。往后谁轻慢他，便是轻慢宋家。宝珠谢外祖父。不是谢，是回家。宋国公，既然宝珠已归宗，萧王府也该把话说清。景天心悦宝珠多年，萧王府愿与宋家结亲。他凭什么？一个摆摊女竟能进宋家，还能嫁入萧王府？小声些！今日谁敢得罪宋家和萧王府，你不要命了？晚辈萧景言愿择日与江宝珠订婚，此生护她，不负她。宝珠，你可愿？我愿意。萧世子当众求亲，宋国公也应了。这位江姑娘好福气。不，
如今该称宋家嫡女。裴公子，今日是他的好日子。我知道。裴公子，保重。宋家嫡女又与萧王府定亲，往后谁还敢轻看她？裴家当初退的可真干净，如今怕是肠子都悔青了。大哥，你就这么看着她嫁给萧景恒？不然呢？今日宋国公当众认她，萧王府当众定亲，我还能做什么？可裴家还等着你翻身。你不是说只要娶回江宝珠就能靠宋家起事吗？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会等我的江宝珠。你自己看，裴家外头还是侯府架子，里子早被你嫡母掏空了。库房银两不足，田庄也多已抵押，只剩空名声撑着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以为我为何接你回来？嫡长子亡国，裴家无人可用，我才指望你撑起门楣。否则，你以为你能进得了这侯府的大门？我可以想办法。你这些年被江宝珠养着，读书不成，办事不成，还会什么？我原本可以娶她。如今她是宋家嫡女，是萧王府未来世子妃，你拿什么跟萧景平争？大哥，祖父怎么说？裴家到底怎么样了？裴家没钱了，也没人会再替我铺路。那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就这样被江宝珠踩在脚下？他以前不过是个卖豆腐的贱民。他没有踩我，是我自己把我唯一的生命亲手斩断了。大哥，你是裴家的嫡长子，你不能认输，我们还有机会。我不是认输，是终于看清了，他从前给我的从来都不是什么低贱讨好，那是我裴云峥唯一的退路啊！公子，不好了，公子，公子，外头债主又来催了，说若明日再不还上银子，就要带人砸门上门讨债了。姑娘，是裴公子。不必怕。宝珠，我只说几句话。我们之间已经没有话可说。有，当年你奶奶走的时候，是我陪你料理后事，是我把你从那间破屋里带出来。你不能如今认回宋家，就把过去全抹了。我没抹。那你为何对我这样绝情？裴云峥，你陪我办了奶奶后事，我记得。所以这些年，你病了，我熬药；你缺银子，我出摊到深夜；你嫌我一身油烟，我洗到手破；你家人羞辱我，我忍着。那是也有苦衷。你的苦衷是让我替你扛日子，我的苦呢，你看见过吗？我没有，我从未想过害你。你收下我挣来的银子，却嫌我低贱；你靠我活着，却在人前说我配不上你。可你从前明明最爱我，你明明说过这辈子只跟我走。是，曾经有个江宝珠很爱你，他信你一句话，就能在冷锅冷灶前熬一整夜。他被人笑，也舍不得让你受半点委屈。那他呢？死了。说什么？那样的江宝珠，早就死在油烟里，死在你一次次嫌弃里，死在我捧着药碗却听见你说我上不得台面的那一刻。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宋家江宝珠，他不会再等你，也不会再为你回头。那我算什么？算我还清的一段旧债。姑娘，这凤冠是国公爷亲自挑的，配这身正好。我来。姐姐，会不会太重？不重，我们宝珠这些年受的苦比她重多了。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有这样的日子。会有的，你值得。别让他瞧见，今日是喜事。姑娘，这是萧世子送来的，他说盒中旧物本该早些给你。我先去看裴家单子，你慢慢看。陆燕，原来你一直在找我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
今日不能进府，只能在这里问一句：信看完了吗？看完了。7年，你为何一封都没送出？那时我还是陆燕，护不住你。后来我成了萧景恒，却又怕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日子，所以你宁愿一个人吵，一个人等。我怕唐突你，更怕你不愿再见我。宝珠，明日订婚后，我就能光明正大站在你身边，以后不让你再一个人。萧景恒，明日别迟到。我等了7年，绝不会迟。世子，裴姑娘等了许久，让开。萧景恒，明日你就要和江宝珠订婚，你连一句解释都不肯给我吗？我与你从无婚约，也无解释。我陪在京中这么多年，满城人都以为我会嫁你，可你宁愿娶一个摆摊女，也不肯看我一眼。收回这句话。你为了他凶我。江宝珠从来不是你口中的摆摊女，她吃过苦，救过人，撑过最难的日子。对我而言，她是年少时唯一的光。那我算什么？与你无关。姑娘，世子只是一时被迷惑，等订婚过了就来不及了。不能让他们顺利订婚。姑娘想怎么做？江宝珠最怕什么？不是穷，也不是被人骂。她如今好不容易成了宋家嫡女，最怕订婚前闹出丑闻，连累宋家和萧王府。可若查到我们，那就别让人查到我。她不是清白高贵吗？我偏要让所有人看看，她从前和裴云京纠缠不清，根本配不上萧景恒。你来做什么？大哥，你真的甘心江宝珠明日订婚，往后她是萧王府的人，你连见她都难？他说旧债还清了。他说清就清，当年他最爱的人是你，满京城若知道他订婚前还与你纠缠，萧家还能要他吗？你想毁他？我是在帮你，只要订婚毁了，他无路可走，宋家也护不住他的名声，到时你再站出来，他只能回头。宝珠不会原谅我。你若不动手，明日之后，他连恨你都不会了。今晚是你最后的机会。听说了吗？萧世子早就知道江姑娘是宋家血脉，那他带她去宋国公寿宴，岂不是早有算计？一个落魄世子攀上宋家嫡女，正好翻身。姑娘，他们胡说，世子不是这样的人。奴婢这就让人赶走他们。不用，流言赶不尽，心若乱了才是真的输了。姑娘不难过吗？难过，可我更想亲耳听他说。景寒，外头的话你可听见了？听见了，所以我来不是辩给旁人听，是说给宝听。他们说你早知我身份，带我去寿宴，是为了攀附宋家。我确实查过你的身世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你说世上再无亲人那一日开始。所以你瞒着我？是，我怕查错，给你空欢喜，也怕查到真相，却让你再受伤。我带你去寿宴，是因线索指向宋府，我想让你离家近一点，哪怕那时你还不知道。不是为了宋家的权势。若我图权势，7年前就不会在废巷里把最后一块饼分给你。宝珠，我寻的不是宋家嫡女，是那个在黑夜里还肯把灯递给我的人。你知不知道，流言最伤人的地方不在真假，而在他会把人的信任一点点磨掉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不求你立刻不介意。你可以问我，可以怨我，但别一个人忍着。若我今日不信你呢？那我就等到你愿意再看我一眼。宝珠，信不信他，由你自己定。萧景征，我信你一次，也信那个找了我7年的人不会拿我当棋子。这一生我都不会松开。既然有人想让我们乱，那明日订婚，我偏要笑着走出去。奶奶，
宝珠不再是一个人了。若您在天有灵，明日一定要看着我。姑娘，该回了。国公夫人还等着您试最后一套首饰。走吧，别让他们担心。什么人？放开！这里是哪里？裴家旧别院。以前我带你来躲雨，你说这里虽破却安静。裴云峥，是你劫我？我不劫你，你明日就要嫁给萧景恒了。我是订婚，不是嫁。即便是嫁，也与你无关。怎么会无关？要不是因为萧景恒，你不会这样。等宋家和萧王府一旦发现我没回去，就晚了。我没有恶意，我只怕你真的穿上嫁衣，站到他身边。你抓我来，是想让我听你发疯？你看看，萧景恒早就查过你，早就知道你是宋家女。他接近你，带你去寿宴，都是为了攀上宋家。这些东西，你从哪儿来的？你别管，你只要知道他骗了你。他已经告诉我了。什么？他说他查过我，也说了原因。你以为拿几张纸就能让我恨他？你信他，不信我。我信的是这些年谁护过我，谁伤过我。裴云峥，你把我绑在这里，已经输了。不，你只是被他哄骗了。等我证明给你看，你就会回到我身边。你怕了？我怕你再被他抢走。看清楚，萧景恒早就派人查你，查江家，查宋府旧案。他带你去宋国公寿宴，不是偶然，是算准了要把你推到宋国公面前。这些我已经听过。你没听懂，他要的不是你，是宋家。你一认祖归宗，宋国公府就是他的靠山，萧王府就能重新站稳。放手！江宝珠，你不是最恨被人利用吗？你清醒一点。萧景涵和我没有不同，他只是比我会装深情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到现在还不明白。我恨的从来不是付出，也不是被需要，我恨的是我倾尽所有，换来欺骗和背叛。你什么意思？若我的身份真能帮到萧景恒，若宋家真能成为他的助理，我愿意。你疯了！就像当年你只是我的恋人，什么都不是，我也愿意卖掉铺子，熬夜摆摊，省下每一文钱供你读书，替你还债，陪你熬出头。所以你承认，你也会为了男人不顾一切？那你为什么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因为萧景恒把真相摆在我面前，问我愿不愿意信他。而你呢？你把我绑在这里，逼我恨他，逼我回头。我只是太爱你。爱不是囚禁，裴云峥，你要的不是我，是那个曾经只会围着你转，被你伤了还舍不得走的江宝珠。你真不怕我毁了你？明日订婚若没有你，满京城都会看你笑话。我怕，但我更怕为了怕，就向你低头。好，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着萧景琰为了宋家，到底会不会来救你？好，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着萧景英为了宋家，到底会不会来救你？他来，是因为我是江宝珠，不是因为我是宋家女。你到现在还替他说话？我说过，就算我的身份能帮到他，我也愿意。你不介意？他可能从一开始就算计你。裴云峥，那你当年追我时，难道就没有算计过我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。那笔奶奶去世后赔给我的银钱，你真的从来没惦记过？我没有，我只是心疼你一个人难。是吗？你第一次陪我去钱庄，问我为何不把银子取出来做生意；第二次，你说你欠了同窗的钱，若有一笔本金就能翻身；第三次，你说夫妻之间不该分。我那时只是穷疯了，我没有真的拿，因为我没给。那是奶奶的命换来的钱，我再饿、再苦、再被人赶出门，都没有动过一吻。可你动过念头，你看着我的眼睛说爱我，心里却想着那笔银子能救你。我后来不是改了吗？我也想过要娶你，给你名分。名分？你一边要我替你熬苦日子，一边嫌我出身低。等傅家能给你前程，你就把我丢在身后。别说了！你今日拿萧景恒那样的文书逼我，是想证明他和你一样，
可他至少告诉我真相，至少没有把我绑起来，逼我为他的贪心低头。所以在你心里，我连他一根手指都比不上。不是比不上，是你亲手把自己从我心里挖掉了。裴云峥，你敢不敢承认，你最早爱的就不是我这个人？不是这样的。那是什么样？我只是太穷，太怕一辈子被人踩在脚下。我看见那笔银子，确实动过念头，可后来，我是真的想和你过一辈子。可你没有珍惜。我后悔了，宝珠，我真的后悔了。我后悔轻贱你，后悔把你推远，后悔没看清你有多好。你以前会等我，会给我留灯，会把最好的都给我。我怎么就瞎了眼，觉得你配不上我？裴云峥，迟来的后悔救不了任何人。你别过来。我不伤你，我只是想替你解开绳子。宝珠，只要你再看我一眼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你要的从来太多。围住！一个都不许放走！裴云峥，放开他！宝珠，萧景轩，你别过来！你也是为了宋家，你有什么资格救他？我有没有资格，不由你定。别怕，我来了。我知道你会来。宝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快走！我真的后悔了。疼不疼？不疼。你骗人！这些是真的。我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你的身份。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查我？是你说奶奶去世后，世上只剩你一个人。我看见你笑着说不难，可你明明那么孤单。我让人查，不是想利用你，我只是想知道你从哪里来，你还有没有亲人？若有，我想替你找回来。所以寿宴前你手里拿的就是这些？是，那是线索已经指向宋府，可我还没有十足把握。我怕贸然告诉你会让你空欢喜，也怕宋府不认你，让你再受一次伤。那你为什么还带我去宋国公寿宴？因为我想让他们亲眼看见你，不是看见一个证据，不是一纸旧案，而是活生生的你。裴云峥说你是为了宋家的权势。萧王府若真要借势，有很多办法，不必拿你冒险。我带你去宋府，不是为了让我多一个靠山，我是想让更多人爱你护你。你不该永远只有一个人，你该有家有长辈，有人为你撑腰。可你瞒着我。是我错了，我怕你拒绝，怕你受伤，怕我自以为是的安排反而伤了你。萧景恒，我想听你把每一个字都说清楚。萧景恒，我想听你把每一个字都说清楚。我查你是我错，瞒你也是我错，可我从没想过拿你换权势。若你不信，我认；你要怪我也认。只求你别因为裴云峥的话否定我这些年。宝珠，我知道。你知道？若你真只为联姻，当年我离开后，你早可以娶裴云熙。她是裴家嫡女，身份清白，能给你的体面比我多得多。我从没想娶她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问自己：若你只是算计，何必等我7年？何必一次次去夜市陪我站在油烟里，陪我卖点心，陪我被人吊奶？因为那是你。你从没有嫌弃过那个满身烟火味的江宝珠。你给我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，是一步一步把我从泥里牵出来。可你方才对裴云峥说，你愿意被我利用，我听见时心都凉了。那不是说给你听的。那是说给谁听？说给裴云峥听。我要他明白，当年我也曾这样毫无保留地爱过他。只要他开口，我会信；只要他回头，我会等；只要他说苦，我愿意陪他熬。可他把我的真心当成筹码，把我的退让当成廉价。他亲手毁掉的，不只是我对他的爱，还有那个曾经愿意为他赌上一切的江宝柱。以后不用再为谁赌命。这一次，我不是赌，我是清醒的选你。
我要见江宝珠，让我见他一面。你鲁人私藏文书，勾连富家作乱，还想见谁？我只是想跟他说对不起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宝珠，我错了。祖父，裴云州已经被压了，京兆府的还要查裴家的账。孽障都是孽障。若不是江宝珠，裴家不会变成这样。闭嘴！到现在你还不明白，不是他毁了裴家，是你们把恶事做尽，把路走绝。祖父，昔日荣华没了，你也别再做国公夫人的梦了。宝珠，云峥，药熬好了，趁热喝。今日摊子卖得好，我给你买了纸笔，你只管读书，银子的事儿别怕。等你高中，我们就有好日子了。我怎么会嫌你粗俗？我怎么会觉得你配不上我？又疯了？她不是可有可无的女人，哼，她是把我当全世界的人，是我亲手弄丢了自己的明珠。国公爷，认亲仪式按原礼已够隆重，若再添，只怕外头议论。议论就议论，我的外孙女被人绑走，受了那么多委屈，宋家若还悄悄认回，才叫人笑话。外祖父不必为我如此破费。不是破费，是补偿。你从前没人疼，往后宋家疼。宝珠，你该被所有人看见，不是私生的，不是无依的，你是宋家的姑娘。让他们疼你，你不用再一个人撑了。姐姐，您身份尊贵，这些交给绣娘就好。别人的针脚再好，也不是家里人的心意。小姐昨夜绣到3更，眼睛都红了。姐姐，你从前吃过的苦，我不能替你重来。可你出嫁那日，我想让你知道，你不是从破屋里嫁出去的，你是从家里嫁出去的。我以前总以为，家是要自己拼命挣来的，现在不用挣。你回来，他就在。那我更要好好活，让你们放心。东家，听说您要认回宋家，又要嫁入萧王府，这铺子是不是不开了？不开，以后你替我管，工钱翻1倍，账每月送到宋府。宝珠，若你舍不得，外祖父给你买10件更大的。不换，这里有我熬过的夜，有我攒下的银子。有我从苦日子里一点点开出的花，它不是寒酸，是我活下来的证明。没有这间铺子，就没有今日的江宝珠。那就留着，等我们成亲后，我陪你回来吃第1碗汤饼。说好了，不许嫌油烟味儿。我喜欢的，从来是带着烟火气的你。国公爷，查清了，城中那些辱骂小姐的流言是裴云熙派人散的。裴云峥藏身路线，也有人暗中递过消息。他害宝珠还不够，还敢助裴云峥？把证据送去镇北侯府，也送去裴家。宋家的姑娘不是任人踩的。外祖父，不必再脏了您的手，该怎么处置，让他们自己选。你不恨？恨过，但我更想把日子过好，不想再被他们困住。那我陪你，看他们自食恶果。我只是说了几句话。裴元衡去哪儿，我也只是猜到。闭嘴！散播流言，害宋家嫡女，害萧王府未过门的王妃，你还想拖整个侯府陪你死？凭什么他一回来，所有人都护着他？我哪里比不上江宝珠？你输就输在不知悔改。母亲，你要做什么？送去家庙，无令不得回京。不，我不要去家庙，我还没说。江宝珠，你站住！再敢放肆，别怪我不留情面。无妨。你凭什么赢？凭什么你从夜市3饭变成宋家小姐，还能嫁给萧景恒？我从未想赢谁，我只是没被苦难打倒。没人疼的时候，我自己疼自己；被人踩进泥里，我就从泥里爬起来。你以为我抢走了什么？其实我只是守住了我该有的人生。你不过是命好。若命好，
我不会吃那么多年苦，若只会怨天尤人，我也走不到今天。明日就成亲，你不在府里歇着，偏要来这里？我想让你看看从前的我。东家，您怎么来了？明日可是大喜的日子。就因为明日大喜，今日才更想回来看看。这不是宝珠姑娘吗？如今成了宋家小姐，还记得这小摊儿啊？记得，这里的烟火味儿我忘不了，那味儿也忘不了了。从前你熬的汤，半条街都闻得见。东家，您现在身份不同了，这油烟别沾了。我会嫁人，会认祖归宗，可这双手煮过汤饼，也养活过我自己，没什么不能沾。需要我帮你吗？喜静，别偷懒。遵命，老板娘。谁许你这么讲？你这摊子还在，我自然要先讨个名分。我最落魄的时候，就靠它活着。天不两出摊，深夜收摊，手冻裂了也不敢停。那时我想，只要明日还能开火，我就还没被打倒。宝珠，所以我想让你吃这一碗，不是宋家给我的，也不是别人赏我的，是我自己挣出来的命。味道如何？比王府膳房差远了吧？很好。你不必哄我。我没有哄你，它不精致，却有你的倔强，有你的苦，也有你活下来的勇气。明日之后，很多人会叫我宋家嫡女，叫我萧王妃。可我怕有一天，连我自己都忘了我从哪里来。那我替你记着，无论你是宋家嫡女，是萧王妃，还是这夜市里的汤饼潘老板娘，我喜欢的都只是江宝珠。明日，我来迎你回家。别怕，今日你从宋家出家，没人再敢轻贱你。我只是觉得像梦，从前我连明天的米钱都要算，如今却穿上了嫁衣。宝珠，外祖父送你出门，谁敢让你受委屈？宋家永远在你身后。外祖父，姐姐，谢谢你们把我接回家。傻孩子，世家该等你回来。这排场，宋家是真把他疼进骨子里了。萧王亲自迎亲，谁还敢说他半句不是？宝珠，我来接你。我今日若走向你，就不回头了。我等了7年，也找了7年，往后每一步，我都陪你走。萧景恒，宝珠吃过太多苦，你若负他，我拼了国公府也不饶你。我此生只负天下风雪，不负江宝珠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萧景恒，若7年前没有错过，会不会少吃好多苦？会，但若没有这7年，我也不会知道你有多珍贵。夫妻对拜。江宝珠，从今以后，你不是一个人了。我信你。李成，宝珠，从今日起，你有夫君，也有娘家，谁都不能再欺你。舅母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王爷，裴云真案已判，其绑架宋家嫡女、扰乱婚仪，罪证确凿，入狱10年，裴家牵连其中，绝未被消，彻底失势。怕吗？不怕，只是忽然觉得，那些压在心上的石头，终于落地了。恶有恶报，他该受。我是镇北侯府的人，你们敢关我10年？镇北侯府，裴家如今自顾不暇，没人救得了你。江宝珠呢？萧景恒呢？他们凭什么洞房花烛，我却要在这里？凭你作恶多端，凭他熬过苦难，还能清清白白站在阳光下？不可能！
他明明该被我踩在泥里。从今日起，泥里的人是你。在想什么？像从前的我，他一个人守着汤饼摊儿，以为这辈子只能靠自己撑下去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有亲人，有爱人，也有自己挣来的底气。我不再怕谁离开，也不再怕命苦。江宝珠，你不是被谁拯救，你是自己走到我面前的。那你以后可要跟紧我，一生不放。萧景和，我们回家。好，回我们的家。